嗨，大家好，在这期影片你们将会有所了解。彼得林区认为一家好公司所需要具备的10种重要特质。知道这些特质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股市当中享受寻找黑马的快感。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这是一个致力于探讨投资理财、财富自由等等有关财富的平台。在 Kevin 专注学习与财富知识相关的同时，也借由这个平台分享给各位，相信对各位一定会有所帮助。同时也是不断的在督促我自己，能在这条路上不断的精进。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在上期影片我们已经提到，彼得林区认为一家好公司所需要具备的10种特质当中的前面5种，分别是：第一，公司名称无聊；第二，公司从事一些让人觉得无聊、讨厌或是让人想要回避，以及可能牵涉黑手党的生意；第三种，企业中分拆出一些小公司；第4种特质，分析师没有追踪，而法人机构也没有持股；第5种特质，零成长的产业。而每一种特质我们都有进行案件的举例，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上方的影片进行观看。在影片当中我们有推荐几只好股票，如果各位进行持有的话，相信对各位的投资一定会非常的有帮助。那这期影片我们将会提到这10种特质当中的后面5种，分别是：第6种特质，拥有利基优势的公司；第7种特质，公司生产的产品是大众会一直购买的产品；第8种特质，科技的使用者；第9种特质，公司的董监持续购买这家公司的股票；第10种特质，公司持续回购这家公司的股票。而这剩下的5种特质，内容也是非常的精彩，相信对各位一定会有所帮助。那我们首先来介绍第6种特质，拥有利基优势的公司。利基优势就像是一些地理优势，或者是一些专利的优势，就像是我们巴菲特所说的产业护城河。这些优势使对手难以逾越雷池一步。这边我们首先来举例，地理优势的话，就像是一些砂石场。砂石场如果是不同地区的砂石场，他们想要越界进行销售的话，光是运费的成本就可能吃光他们的获利。这就会使砂石场成为一个地区的独占事业。那投资这类的独占事业就能稳稳的获利。另一种利基优势就像是智慧财产权或是一些专利。在这边我们来举例柯达。那个年代是胶卷年代，大家拍照后都要拿底片到相机店进行冲洗。那不是像我们现在用智慧型手机，我们可以随拍随用。柯达在1976年的时候，美国胶卷以及相机的销售量占据市场份额超过90%以上。而即时成像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拍立得，在当时还不够成熟。第一台拍立得是由一家名为宝丽来的公司所研发成功。那个相机的型号叫做 SX-70。虽然柯达在 SX-70 这台相机研发出来之前，就已经有开始着手研究有关于即时成像的技术，但是因为宝丽来它所率先研发出来，并且那时候它取得了专利，而此时就算柯达在后面也推出了自己的产品，也已经来不及了。他被控告侵犯宝丽来拍立得相机的专利。那最终呢，柯达败诉，判赔宝丽来一笔赔偿金，并且要收回运用此技术卖出的机种。那柯达就此由盛转衰。以柯达这个案例，我们就可以发现，专利就是一个先抢先赢的一个概念。宝丽来跟柯达虽然同时都是在研究即时成像的技术，但是宝丽来它率先研发完成，并且它取得了专利，而此时柯达就不能用即时成像这个技术再去生产产品的。那这就会形成一个产业的护城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利基优势。那这边有关于产业护城河的部分，之后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会再做一期影片来做介绍。那么第7种特质，也就是大家持续购买的产品，投资大众会一直购买的产品，在市场需求上面就会比较稳定。这边就举例像是一些民生必需用品，就像是可口可乐，还有像是宝洁。可口可乐的话就生产饮料类嘛，那宝洁的部分的话就生产一些卫生纸等等。第8种特质，科技的使用者。在科技进步的现代，我们不一定需要投资5G 开发，或是电脑硬体，或是电脑软体等科技公司，才算是参与科技进步的这个风潮。不是说这些公司不好，而是这些公司它的竞争比较激烈。那新创企业愿景很大，但真正能成功的其实没有几家。这边推荐选择能在这个科技进步当中获得利益的公司，像是电商或是一些物流中心。这些产业它可能会因为电脑运算速度的加速而提高自己的出货速度，那就可以提升他们公司的效益，也就可以提高自己公司的盈余。
另一种就像是外送服务，像是过去没有 Google Map 的时候，外送员就要非常熟知当地的环境，也有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导致你的出货速度变慢。而如今科技的进步，就像是 Google Map， 我们可以清楚的指出地址之外，还能显示最快的路径，这就大大的缩减了外送服务的时间，这样会使得客户呢会更喜欢的使用外送这个服务，这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增加我们自己的获利。那有什么方法可以低风险的投资科技股呢？大家可以点击上方的这个影片连结，这影片连结当中有介绍如何用较低的风险在科技浪潮当中进行投资。第9种特质，董监持续回购自家公司股票。那么董监是什么？董监就是一家公司的管理阶层，没有人比一家公司的管理阶层更了解这家公司的营运状况。如果管理阶层都持续的回购这家公司的股票，那就表示管理阶层对这家公司的经营非常的有信心。那这家公司半年内要倒闭几乎不太可能。第2种，管理阶层会把股东的权益放在优先考量的因素当中。因为如果管理阶层他只是领薪水的话，那他根本就不会管股东的权益。这边我们可以把公司的营运看成一个三角形，3个角分别是股东、客户还有员工。在公司资源相同的情况之下，如果有一个角加重的话，那另外2个角它的权利必定会受损。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投资股票或是你要购买产品，你就要找一家公司它对员工非常的普通，有时候可能有点血汗的公司，因为这样就表示说它把其他的权利都放在股东以及客户身上。当然这类公司就不会是就职的好选择。所以如果一家公司的管理阶层持续的购入这家公司的股票，就表示公司的管理阶层会以股东的角度去重视这家公司的营运，这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买入讯号吗？附带一提，如果是管理阶层卖出股票的话，那就代表说这家公司他们不看好吗？不是哦。如果管理阶层卖出股票的话，可能只是那个管理阶层他自己急需用钱而已。第10种特质，企业回购自家公司的股票，这跟第9种其实有种异曲同工之妙。当企业持续回购自家公司的股票，就代表几种状况。第1种状况，企业内部对自家公司的营运非常的有自信，也就是认为现在公司的价值是高于现在公司的股价。而当企业回购自家公司的股票，那就代表说企业在外面流通的股数会减少，那这样就会变相的增加每股盈余。那每股盈余的公式是公司盈余去除上在外流通的股数，那这对刺激股价会有上涨的一个效果。这边我们就来举例波克夏。今年疫情 BRKB 大跌至大约$160多的时候，波克夏呢有大举回购自家公司的股票，至今规模已经达到了$160亿。然后如今呢 BRKB 呢已经涨到了$227一股，涨幅约是40%。第2种状况，公司有许多的盈余可以回馈给股东，但是公司不是使用股利的方式发给股东，它是使用股票回购的方式。因为股票回购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它可以进一步的提升自家公司的股价。那我是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一个回购方式，因为毕竟我们台湾人如果去投资美股的话，那他所发放的股利会先被扣除30%的税，而且企业回购股票的也有进一步可以去稳定股价的一个作用。好，那以上就是彼得林区认为一家好公司所需要具备的10种重要特质。我认为这10种特质可以在的显示出彼得林区的价值观。他认为投资一家公司的时候不要进行跟风那一些已经涨到超涨的一些公司。那以上就是彼得林区认为一家好公司所需要具备的10种特质当中的后面5种。我们已经把10种重要特质全部都讲完。这10种重要特质当中，哪一种重要特质各位认为最重要呢？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或是你们认为有哪些重要的特质彼得林区却忽略了，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哦。好，那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刚刚所介绍的5种特质。第6种特质，拥有地利优势的特质，也就是一些拥有地理上的优势，或是有一些专利的一个门槛。第7种特质，公司生产大众需要持续购买的产品，也就像是一些民生用品。第8种，科技的使用者，会因为科技的进步而受益的公司。第9种特质，董监持续回购自家公司的股票。一家公司的管理阶层，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这家公司的营运状况。如果他们持续回购自家公司的股票，就代表说他们对他们自己公司的未来发展非常的有信心。第10种特质，企业回购自家公司的股票。那企业回购自家公司的股票也是一种回馈股东的一个方式，并且回购自家公司的股票也有稳定股价的一个作用。好，那下一期影片我们将会介绍彼得林区认为何时才应该要卖出自己手中的股票，相信会对大家非常的有帮助。
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拜拜。